我们的专业叫做多波道，那个工作内容就是我们要随着战斗部队去移动，然后把天线塔架起来，然后那个天线塔有3层楼高，然后3层楼，就是要把这么大的一根地桩，然后用榔头把它打到土里面，才能把那个天线塔搭起来，是很出众的工作，然后有可能会死人的。就是我在里面就是很阳刚啊，然后甚至我打桩的速度比一些肌肉男还快。压低啊，压低啊，夜黑啦无伊啊，冒下，压低啊，压低啊，干嘛呢以？前没有凸这一块，现在有压低啊。我有看到你的 IG 就拍了很多大尺的照片。对对对，一方面就是我想要创作当下那个样子跟那个剧情，我就会有反应。伪娘 AV 女优最难的点可能是你有没有反应会被外人给看出来，可能马上就软掉了，然后大家就觉得哦，那你其实没有、你是演的，对对对，然后再加上有吃荷尔蒙，那个反应会比较迟钝一点。我应该是少数有在 HRT， 然后还会吃威尔刚的人吧。跨越性别，梦想成真。我是主持人艾里。俗话说，行行出状元，跨性别也不例外。今天我们邀请到梦想成为台湾伪娘 AV 女优的小君。嗨，大家好，我是小军，帮我自我介绍一下吗？今年几岁？今年27岁，几公斤？ 53，几公分170， ？MBTI？我没有测。这个名字是你的本名吗？小军，还是你后面改的名字啊？算网名。我本来的网名对我本来的名字比较男生一点，方便说吗？秉军。我蛮潮的耶，我有看到你的 IG 就拍了很多大尺的照片。对对对，你现在已经开始拍作品了吗？有，还是我们还没有拍过很正式、很专业的，我都是自拍片比较多，然后都是跟一些比较有名的网黄啊去合作。自拍片跟专业的片有什么差异？不是只差在灯光跟专业的摄影机吗？对，但是那个摄影机啊，然后灯光就是旁边的那个环境会比较着重在演技吧，现在已经拍过几部片了4、5部而已， ？4、5部。没有很多。那如果观众想要找你的片的话，要去哪里？要宣传一下吗？我有 Fruitcake 跟 Fans One， 网址要直接贴出来。不用。那拍片的事情有跟长辈说吗？就说妈，我想当 AV 女友。当然是不会说啦，但是我爸都有加我的社群，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都知道。你爸有加你的社群对我都没有在藏的， ，OnlyFans 之类的吗？不是，就 FB 啊、IG 啊，他都有看。那我 FB 跟 IG 都有连接到我的那些作品上面，哦，所以他应该都知道。有一个远亲，然后他说：“我在某个平台上面看到你。”那他有给予什么评价吗？他就说：“你太晚出道了，我觉得你应该再更早一点跨出去。如果有一天爸爸看过你的片，会跟你说些什么？不要跟我说些什么好了。”那请那些男优过来要付钱给他们吗？因为就像你现在也说，人家是自拍片，也就是说没有剧组嘛。通常都是互惠居多，也就是互相给流量啊，然后放到一些订阅平台上面去赚一点零用钱这样子而已。所以其实就是拍摄的成本，就是衣服啊，然后一些设备的钱，其实就差不多就是赚的钱。因为我有听到你说你喜欢的是女生嘛，那对当下你在拍片的感受是怎么样？就是在跟男生发生关系的时候。一方面就是我想要创作，那一方面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像吃饭一样。那我对于女孩子就是会比较容易有感情，但是对男生的话，当下那个样子跟那个剧情很漂亮、很唯美，我就会有反应。因为我有到正式片场过，我觉得那个是完全不同的环境，那个真的就是要考验你的演技，然后再加上有吃荷尔蒙，那个反应会比较迟钝一点。我应该是少数有在 HRT， 然后还会吃威尔刚的人吧。应该很多人不能理解。身体小心搞坏掉呢。偶尔。我觉得伪娘 AV 女优最难的点可能是你有没有反应会被外人给看出来，可能马上就软掉了，然后大家就觉得哦，那你其实没有、你是演的，对对对。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女性 AV 女优的话，她也只是处于被动式，所以变成一般的演技即可。所以这方面可能就是我更需要剧情去投入。对，其实之前去过片场，就是有尝试在别人面前脱衣服，可是我发现我一点反应都没有，就蛮希望自己的那里是可以起来的。对，我觉得会比较有效果一点。
不一样的效果。对啊，对啊。然后我本身又有一点剧情控，就是会想要把魏娘的作品翻拍成真人版，就是那种我明明就是不喜欢男生，可是我下面却有反应的这种剧情。你合作过哪一位就是男优是你最满意的？仔仔，怎么说？为什么？就是他是很认真在欣赏我的，就是有一些人跟我合作，他可能就会嫌说，啊你没有胸部，会一直去刁你说你不够像哪一个点不够像女生。可是他们雕的点我都很疑惑说，就是在他们眼中的女生到底是什么样子？真的每个女生都是那个样子吗？就包括胸部这点来说，其实平胸漂亮的妹子也很多啊。那为什么你们要一直来问我说要不要做胸部？如果我是一般的女生，她应该也不会想要这样问吧。有很多人买我的片就说，他们好像本来不能接受男生，居然可以接受我的片然后我就说没有，你没有弯，你还是直男。也只是不在意器官而已。那你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志愿役。Why？就是我大学虽然女装到可以自在的在外面女装生活一整天，但是我就会觉得说，那我应该就这样子就好，而且我也不敢让家人知道太多，那我就做一个稳定一点的工作，然后假日的时候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啊，然后买一些女装。对，就假日的时候穿就好。那时候是在澎湖当的，然后我是资通电军。资通电军，对，他也是算陆军啊。那个我们的专业叫做多波道。对。然后那个工作内容就是我们要随着战斗部队去移动，然后把天线塔架起来。然后那个天线塔有3层楼高，然后3层楼。对，我还以为你刚刚说3公尺没有3层楼高，然后就是要把这么大的一根地桩，然后用榔头把它打到土里面，因为这样才能固定，然后才能把那个天线塔拉起来。所以是很出众的工作，然后有可能会死人的。跟着部队行军的时候，也要把那个天线塔带着吗？对，就是它是可以拆装的。那时候部队里面都会讲血溅多波道，就是很容易见血。包括你在拿榔头，然后再把这么大的地桩敲到土里面的时候，你的手很容易破皮，然后就是会有很多血啊，就是水泡啊。当兵里面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吗？因为你的身份。我一直都没有太隐藏自己的身份。现在当兵也都会加赖什么的嘛。那很容易就是连接到你的社群。那我的社群就是还是女装的样子，然后包括我在部队放假的时候，我也是会用女装的样子跟长官跟同事出去玩，所以大家都知道我是会穿女装的人，然后大家都对我蛮好的。今天小军，你那个榔头给我，今天帮你敲。当然没有，当然我在工作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状态，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我放假时候的样子，我不应该把它带到军中，所以我是分很开的。就是我在里面就是很阳刚啊，然后很专注在工作上面。对，甚至我打桩的速度比一些肌肉男还快。对，因为如果你表现得很阴柔，然后你又把这个东西带到部队里面，然后去影响到你专业的成绩，然后影响到别人，那别人一定会觉得你很奇怪，感觉就是在吃什么性别自助餐之类的。对，我不想要被这样讲，然后我又一直很懂得怎么保护自己。对，就是我在部队里面，我又更要求自己成绩要比一些肌肉男更好。我那时候在部队里面的昵称就是大家都会叫我小妹。小妹，对吧？就是蛮开心的，就是大家还是蛮接受我。是有种整个部队都就是掌上明珠的感觉吗？有一点。小妹，对啊。你当多久啊？我当2年，我是签4年，然后第2年就是现实生活中遇到第一位我认识的跨性别。我第一眼看到姐妹的时候，我就整个焦虑大爆发，因为我一开始不知道原来吃药可以改变身形，但至少看到她，我就会觉得哇，她的身形是女孩子，我就有点像是看到了希望，开拓了眼界。可是我还拿不到那个东西，因为我在军中，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的焦虑。那时候焦虑到，就是我只要看到反射的东西，我就会开始爆哭，然后哭到手麻脚麻，就是哭到整个营区都知道，就是我很难过。但是他们可能那时候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那么难过，他们以为是忧郁症。然后我就放假的时候去看精神科，然后去跑拿药的流程，因为军中蛮缺人的，他们会一直确认说你为什么要退伍，为什么要退伍？因为以前是在澎湖，然后比较高阶的长官都在台湾，所以我们要视讯去做退伍的面谈，然后就要顶着一个大光头说，我觉得我自己是女生，然后就很尴尬，就是还蛮痛苦的。
就是你看着视讯里面的自己，然后你说你自己是女生的那种感觉，就会觉得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那你很难受。社会对于跨性别又对比一般女生的要求更高，我觉得。怎么说？就你只要稍微有一个地方或者是行为举止不够女生，他们就会直接说啊你就是男生。其实一般的女生就很多元啊，很多样啊，也是有很中性的女生啊。那为什么你不会说那些中性的女生是男生呢？跨性别女性，你只要不够极端的女生，你就会直接被打到男生那一个地方。在工作上面，我可能讲话稍微强势一点，就是我不喜欢拐弯抹角，我觉得很浪费时间。他们就会说，秉均你的灵魂还是男生然后我就想说，靠，这样也可以这样联想的吗？当我想要转变的柔和一点，我又会被说是在吃性别自助餐，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只要稍微阴柔一点说，哦，装女生了，这样。对，所以其实跨性别不只有受到一般女生会有的那个社会刻板印象的束缚，其实我们是两边都会被压迫到的。男性的刻板印象跟女性的刻板印象会同时压在我们身上。我自己的生活经验就是，我在不开口的时候，其实很难被直接叫先生。可是很多人先知道我的生理性别，他就会开始去看你到底哪里有男生的影子。就可能我这边稍微宽一点点，他就说啊，这个一看就知道是男生的。可是就睁眼说瞎话就是我现实生活就不会被认成是男生。对，就你说会看，就是故意要找出你哪里男性化。对啊，就是有些直男想要证明说他自己没有弯，就会在那边说什么啊，这个我一眼就看出来啊什么的。可能看到留言说，这个女优她胸部是做的，然后就一定要在下面附和说啊，这个真的一看就知道了。By the way，本期节目由白梨生医赞助播出。白梨生医每年都会根据营业额送跨性别姐妹到泰国完成变性手术，完成他们的梦想。白梨生医主产品白梨萃胶囊，成分来自于日本谷胱甘肽、白藜芦醇以及神经酰胺，所以你也有像我一样有肌肤美白的需求的话，现在点击影片右下角白梨萃胶囊，下去试看看吧。那时候我高中有一个唱饶舌的朋友，那他以前其实是蛮反对同性恋的，就是他也是会笑某个男生很亮之类的。今年过年，然后有认真的跟他讲为什么我会变这样，然后有跟他一起合照过。他才变得比较开放。兄弟啊，兄弟啊，你的黑啦无伊啊，不好笑。兄弟啊，兄弟啊，干嘛呢？以前没有秃这一块，现在有。兄弟啊，就是原来我是因为不安才变成这样。在这一路上，你从很男性化变成女性化，你觉得你投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就会列清单，哪一件事情做了可能对我来说 CP 值是最高。那我以前可能眼睛就比较男生一点。对啊，我就想办法去存钱，然后去整形，去割双眼皮，缝双眼皮，然后以前眼袋也蛮重的，所以就是把这一块就是内开眼袋，然后再补一些脂肪上去，会看起来比较可爱。这样花了多少钱？内开眼袋是7万，然后双眼皮是接近2万，对吧？你自己的化妆怎么学？因为很多姐妹也想知道。我没有，我只会一套妆而且我学化妆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理工的那种方式。请说，请说。就是我会用笔记本，然后就是在上面可能画眼睛啊，可能哪一个眼影要上在哪里，然后就步骤都会写下来。你看，你看，这是我的，哦，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天哪，这根本就是我，是不是？然后有没有鼓励到各种同感？对，这也是我这个化妆笔记，就是可以反馈，然后可以练习，然后不断的精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修容，就是至少打亮跟一些阴影的地方都要做，其实会变蛮多的。像我以前都不会打亮啊，也不会在这边打阴影，那我整个脸就是看起来会很平。因为我从整个访谈下来听得出来，你对外表有极致的追求。你会觉得现在台湾的环境对跨性别的外貌要求太苛刻吗？会啊，其实我觉得不应该这个样子，但是我自己却又追求这种极致化的外表，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其实身边一直都有天生条件没有那么好的跨性别，那他们可能就会过得比较辛苦。那我就会想说，如果我没有这层皮的话，我还有可能那么顺利吗？就是我也想要保护那一群人，然后我最想保护的是那些就是还没有办法脱手术的那群，因为社会对于跨性别的误解可能会觉得说，变性了之后就会变漂亮，然后就会是一个真正女生的样子。但其实有做手术的跨性别在做手术之前，应该也都有蛮长的一段已经女性化的生活了。
像我第一次女装的时候，我也是挑半夜3点的时候，然后很明显都不会有人的地方，然后强迫自己穿女装走出去，然后先习惯女装出门。然后我一开始也是不敢抬头啊，然后甚至是就算是半夜四下无人，我低头滑手机，我手还是会抖。我是从这样的状况，然后这样子慢慢的打破眼前的每一道墙。对对对，那社会可能就是会觉得说，你必须去做变性手术，去证明你说你是真正的女生，然后证明你是安全的。我觉得这个观念是不对。你要做变性手术，应该是你对那个东西有义务感，你是为了自己做，而不是说我证明说我是真正的女生，我要让社会认同我才去做这件事情。你有想过要用什么方式吗？把我自己的故事分享出去，就是分享给社会看到。因为其实有很多，在我转变的过程，有很多的同事看到我，他们就会说：“哦，原来没有变性也可以用很女生的样子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就想说，为什么网络跟我现实遇到的经验会差这么多？那我觉得就是有没有真实看到，还有就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人，够不够符合他们的那个社会的刻板印象。听说你穿女装被爸爸毒打一顿。对对对，原因是因为我在国小的时候，然后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媚娘姐姐，然后她给我的冲击比一般漂亮女生给我的冲击更大，那我就很想要成为她的样子，我就开始偷穿妈妈的衣服。对，然后就有一天我爸在我房间睡午觉，然后他就发现我枕头下面有我妈的睡衣，我忘记收了，可恶，我很后悔。然后他就从那个枕头下面抽出我妈的睡衣，然后一手拿着衣架，然后说这是什么，然后就开始打，我都还没解释毒打。对啊，若妈妈当天晚上如要跟爸爸开战，然后正在找那件性感睡衣的时候找不到，那怎么办？说不定他们就是要找那件睡衣，然后才从我那个枕头下面找到。你通常都借了多久，然后才放回去？当下就放，只是可能那天我也忘记为什么会忘记放回去。因为我不只会穿睡衣，就是连我妈内裤都会穿，就觉得那个很可爱，然后整套的，对，就蕾丝啊，对对对，而且他根本没有等我解释啊，就直接打了，直接暴打一顿。对，应该是有看到。你会拍照传到网络上吗？那时候只有一般的那种按键的手机，然后也没有什么网络，但是就是会学那个我当初看到那个媚娘姐姐去拍照。发到哪里去啊？没有发，就存到手机啊，因为那时候都还没有社群。我想说是发到家庭群组里面。如果是现在的话，可能我会比较阴暗到。现在发到家庭群组里面应该没有关系了吧？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爸爸也都接受了。爸爸就是我刚才有讲到，我爸妈可能是很冲动结婚的，然后他们现在是离婚，所以说我爸那边是都能接受，但是我妈那边就不行。但是其实我在国小到大学这段期间，我内心其实都有一点点想要打扮成女生的样子的想法，但是我藏得很深，因为我一直都很懂得保护自己。以前在求学的过程，就是交到的朋友啊，可能国中、高中，可能一群男生嘛，那可能里面有一个比较阴柔、比较娘的男生，他就会被笑娘娘腔之类的。那其实我都是会在旁边点头附和，可是其实我内心听的是很不舒服的，因为我一直想到我国小做的那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奇怪，然后我可能也会被这样讲话，所以我就藏得更深，然后行为举止也都蛮难深的。对，我以前是会在排球场上，然后下雨天，然后脱光上衣在球场打球的那种人。这么热血？对啊，对啊，对啊。这么热血？就是其实我也不排斥男生的状态，然后我觉得男生就是男生的我就是要帅，然后要这样才能吸引到女生嘛。然后我刚好又是喜欢女生的。那你比较认真开始打扮之后，我刚才听说。你在就学期间这段时间是比较男装的，对，你第一次重新女装打扮是在你大学毕业的时候。对对对，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动漫或者是漫画就会开始有媚娘的这个角色，然后那时候大家都会开玩笑说啊，如果群主可能某个节日，那就要那个群的群主去穿女装啊，然后打扮给大家看啊，反正就是类似开玩笑的这种心态。那我就可以就是好像不会被欺负，就算我被欺负，我就说哦没有啊，那个是闹的。那个是开玩笑，就是让我有一个理由可以去穿女装。那你还记得穿什么吗？还记得，而且还有照片，印象深刻。一开始就是单纯的拍腿照，戴假发，那不露脸。穿什么？穿水手服，好像很多跨性别一开始都穿水手服。我也是，
我也是，我也是。因为动漫里面的角色魏娘就是那时候就很多这种的设定，一开始没有露脸，就是其实还蛮焦虑的，就是戴上假发，然后看着镜子的自己就是男生，就是很直男的样子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发现我跟网络上那些穿女装开玩笑的魏娘不太一样，就是我是认真会难过的，就是我对于魏娘的标准就是我能够自在的在外面穿女装生活一整天，然后不被路人认出来，这是我给我自己的目标。达到了吗？其实在我吃荷尔蒙之前都达到。现在去公司当工程师也是穿女装吗？对对对，同事有怎么说？我北上工作就是换了3份工作，都是工程师，然后3间不同的公司，其实都没有人会来问我这件事情，就是别人会有那个好奇的表情嘛，然后我就说哦，你想问可以问这样。或者是说，对，或者是在离职的时候，大家就是有些人可能真的憋不住了，他真的很好奇，他就会说可以问你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吗？啊，你都这样很客气，对啊，你都这样讲了，我当然知道你要问什么，那你就直接问吧，对啊，我都直接跟他们讲，就说你把我当女生看，我会比较开心。然后我是还没有做手术的。你跟你女朋友怎么认识的？那一开始就是他约我出去打音乐游戏，然后就认识。我那时候刚北漂工作，然后我住内湖，他住板桥，然后他都会每个礼拜就从板桥跑来内湖，然后假日住在我家。我们就是来我家住个几次，然后觉得好像聊天还蛮合的，然后就在 FB 挂文交，当做是一个告白这样。未来有结婚的打算吗？预计是今年。今年吗？对，我们已经有拍过婚纱写真。不是大尺的，不是啦，不是什么都大尺的。你的 IG 都大尺的，哪有？露肤度很高哎。我 IG 明明就有很唯美的，请往下滑一点。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女朋友为你做过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要做成人这一块，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也很烦恼要怎么跟她提，然后要怎么让她接受。那她现在很接受，就是这个开放式关系。就算你跟其他男友发生关系，她也觉得 OK， 这是你的工作。对。那要结婚这件事情，爸妈知道吗？有提过，但是他们觉得还太早了。对啊，我都28岁了，还太早。他们就觉得我还是小朋友了，可能就会跟我当初吃荷尔蒙一样，他们可能就会担心说啊，这个会伤身啊，或者是说你这样会找不到工作啊，然后生活会有困难啊。那北漂之后，然后到现在我的工作也都很稳定。那其实你回家之后，他们在讲什么反对的话，就只会显得他们很奇怪。那包括结婚这件事情也是一样。你现在有在服用荷尔蒙吗？有。服用哪一个药物？伊斯德跟舒拉酮。服用荷尔蒙的第1年回家的时候，我爸爸还是希望我用男装的身份出现在阿公面前。他说阿公会尴尬啊什么的。那时候我阿公跟我爸爸他们就是比较传统一点。那其实后来我听说，就是我阿公一直想要阻止我做这件事情，甚至连我平常穿女装他都觉得不太 OK。但是我就跟他说，我已经吃荷尔蒙了，有些东西其实已经藏不住。而且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那我要回家是因为家人能够接受我，我才回家。那如果我连在家都不能做自己的样子的话，那我干嘛回家？就是到现在，就是我在家都是这个样子。那其实后来发现阿公他只是爱面子而已，因为我阿公以前是里长，所以他很怕周围就是附近的邻居说啊，你孙子怎么变这个样子？但是，对，但是其实这几年改变下来，然后邻居看到我都是夸奖居多。那我阿公反而就会笑。